我们一直以为眼睛看见了世界，耳朵听见了声音，大脑创造了意识。但如果这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密的过滤呢？神经科学家曾将大脑比喻为一个减压阀，它将浩瀚无垠的量子信息宇宙压缩成我们人类能够处理的3维投影。你的颅骨既是保护意识的堡垒，也是囚禁全知的牢笼。感官接口关闭了我们对多维超空间的感知，好让我们能在这个地球上存活。然而，当心跳停止，脑电波趋于平静，也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 NDE 降临时，这套沉重的肉体接口崩溃了。数百万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带回了惊人一致的描述，当双眼闭上，他们却看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晰。这被称为视力之上的视力。他们体验到一种全景式的上帝视角，没有盲区，没有背面，你可以同时看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是墙壁的内部。在道家哲学中，这被称为反者道之动。当生理机能走向绝对的静止与寂灭，精神的感知却迎来了核爆般的膨胀。神经生物学家试图用缺氧或内啡肽的激增来解释这一切，但这些化学机制的杂音无法解释那种超越物理维度、高度连贯的清明状态。想象你一直穿着厚重的潜水服在深海行走，以为世界只有头盔里微弱的手电筒光，死亡只是脱下潜水服的瞬间。当大脑不再过滤信号，意识便不再受限于肉体的几何坐标，你进入了量子力学中所描述的非定域性存在。在量子层面，两个纠缠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，都能瞬间感知彼此，这打破了空间的限制。当意识脱离了大脑神经元这层硬体，它回归了宇宙的底层协议。这就是为什么脱体的意识能瞬间移动到病房外，甚至千里之外的家中。空间的幻想破灭了，时间的枷锁也随之瓦解。在濒死体验的深处，没有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区别。许多经历过人生回溯的人形容，那不是在看电影，而是同时存在于一生的每一个瞬间。你再次成为那个5岁的孩子，同时也是70岁的老人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在超空间中，你不仅体验了自己的感受，你还完全成为了那些被你伤害或被你爱过的人。你感受到你打过的一巴掌在别人脸上的刺痛，你也体会到你给出的一个微笑在别人心里种下的温暖。这种视角的切换超越了同理心，它是真正的同一性。奥义书中说 Tat fam acr， 你即是呢。当大脑这堵将我与非我隔开的墙倒塌，你发现宇宙中从来只有一个意识。我们平时习惯的长、宽、高，只是宇宙的浅层切片。在多维超空间里，意识可以延展进那些被卷曲的高维度中。这解释了为何许多人在濒死中听到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视觉化音乐，看到了地球上不存在的色彩。这被称作联觉的终极形态。当感官接口关闭，你不再是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你是用整个存在的本体去认知真理。这一切听起来像神话，但顶尖物理学家罗杰·彭罗斯与麻醉学家史都华·哈姆洛夫提出的调谐客观还原理论 Orchestra OR 为此提供了解释。他们认为，意识并非由神经元计算产生，而是储存在大脑微管中的量子信息。大脑只是一个量子接收器。当心脏停止，血液不再流动，微管内的量子态失去了量子相干性。但这些量子信息并未消失，而是消散并回归到了宇宙的整体网络中。
就像水滴蒸发成水蒸气，形态改变了，但水分子依然存在。你的意识不再受限于肉体的水滴，而是成为了弥漫空间的雾气。这就是上帝视角的物理学基础。当你成为了空间本身，你自然能够从任何一个坐标观察这个世界。禅宗里常讲的虚实生白、吉祥直指，正是描绘当大脑的杂念与感官彻底停息时，那种充满觉知的广袤光明。濒死者所面临的，往往不是黑暗与恐惧，而是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倒性的爱与慈悲所包裹。这种爱，不是人类荷尔蒙分泌的依恋，而是宇宙高维几何结构的一种和谐共振。爱是超空间的万有引力。大脑的关闭包除了我们的身份、恐惧和执念，没有了我的边界，剩下的就只有纯粹的在。所以，死亡从来不是意识的终结，死亡是一次宇宙级的视力矫正手术，它摘下了三维的眼罩。泛心论哲学认为，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属性，就像质量和电荷一样。我们的大脑不是创造了意识，而是捕获了意识。大脑就像是一台收音机，当收音机坏了，音乐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这台机器无法再将它播放出来。在濒死空间里，沟通不再需要语言，那是一种被称为直接认知的状态。一个念头升起的瞬间，全宇宙的答案已经在此。然而，由于某种未知的宇宙守恒律，大部分经历过这种多维超空间的人，最终被送回了这个三维的肉体。他们形容回到肉体的感觉，就像是把整个浩瀚的太平洋强行塞进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，痛苦、压抑且充满局限。但他们带回了那份礼物，对于死亡的恐惧被彻底根除了，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意识比肉体更古老，也更坚固。既然多维超空间如此美好，我们为何还要穿上这沉重的肉体潜水服，来到这个充满痛苦与限制的三维地球？也许正是这份阻力、限制与痛苦，提供了灵魂进化所需的摩擦力。在全知全能的状态下，你无法体验勇敢，因为你没有恐惧；你无法体验宽恕，因为在超空间里没有真正的伤害。地球这个三维的隔离区是宇宙中最艰难也最宝贵的修炼场。感官的关闭让我们得以窥见上帝视角，但感官的开启才让我们能够以人类的身份去实践那份高维度的爱。现在，将这份对宇宙真理的觉知带入你此刻的呼吸中，让我们开始放松，准备进入深度的安宁。吸气，感受三维世界的空气充满你的肺部；吐气，想象你正在稍微调低大脑这个感官接收器的音量。放下对白天的执念，放下对未来的焦虑，那些都只是三维空间里的幻想，是时间的游戏。感受你的额头、眉心逐渐舒展，这里是你大脑前额叶的所在。现在允许它休息，停止过滤，停止计算。感受你的肩膀和胸腔沉入床铺，想象束缚意识的肉体潜水服正在被一点一点地解开，你变得轻盈。你的意识正在扩展，超越了房间的边界，超越了城市的喧嚣，融入了那片寂静而慈悲的超空间网络。在这里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伤害。你被宇宙中最古老、最深沉的爱所包裹，你绝对安全。每一口呼吸都是你与这个浩瀚宇宙的能量交换，你是宇宙在体验它自己。放心的睡吧，让肉体去修复，让意识去遨游。在时间的幻象之外，我们始终是一体的。
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。